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究竟有多可怕？你看这条小淡水鳄竟被吓得疯狂逃窜。如果你觉得它还未成年，那么你再看看这条2米多长的咸水鳄，同样在贝爷的指点下掉头就跑。本期贝爷来到了澳大利亚的金伯利大荒野，在这里有着极端的气候，气温会高达54摄氏度，而现在正值雨季，使条件变得更加恶劣，被当地人称之为自杀季节。等来到了目的地，贝爷戴上护目镜，以一个十分帅气的姿势跳下了飞机。刚落地，他就感受到了炙热的高温。本着万物皆可利用的原则，贝爷抱着降落伞便开始寻找高地来观察地形。这时眼前出现的美景不禁让见多识广的贝爷都发出了惊叹声，要不是在冒险，还真的值得好好欣赏一番。早已做好攻略的贝爷十分清楚，西北方的海岸线就是此次冒险的目的地。可问题是哪边是西北方呢？这要是走错了，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于是他亮出了自己的劳力士来寻找方向，在南半球要把12点对准太阳，而太阳和时针的中间位置就是正北方。接着心中再默念一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贝爷一下就锁定了西北方。出发前，他还把降落伞平铺在了地上，然后用石头摆出箭头的形状，这样空中的救援队就能看到自己的行走方向。在做好这一切后，贝爷立即朝着谷底前进。由于没有绳索的保护，他走的每一步都十分小心。等来到谷底后，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里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熔炉，闷热而窒息。于是贝爷赶紧拿起水壶喝了2大口，冷静冷静。虽说谷底的平原看上去郁郁葱葱，但实际上这种湿热的环境更加让人难受，毒辣的太阳更是让贝爷寸步难行。因此现在急需一个帽子来保护脑袋。可今天贝爷只穿了一件上衣，这可不好意思脱，但好在穿了2条裤子。于是他脱下了自己的短裤往头上一戴，这就收获了一顶蓝色的帽子。有了帽子的遮挡，头部果然凉快了不少。不过很快贝爷就发现自己的水快喝光了，而周围并没有发现水源的迹象。据说人体的70%都是水，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自己身体里的内部循环。在接了满满一壶后，贝爷便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。虽说味道不怎么样，但十分解渴。如果你要问这一壶喝没了该怎么办，不用担心，再来一壶就行了。贝爷这种自产自销、无限循环的永动机真是没水了。突然，天边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，这就是金伯利的极端天气。眼看暴风雨即将来袭，当务之急是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庇护所，而这处崖壁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他先利用常青藤把一节枯木紧紧地绑在树上当框架，然后找来一些树枝搭在崖壁与框架上作为床铺，这样在晚上睡觉时就可以远离地面的积水了。可此时暴雨越下越大，不断汇集的雨水从悬崖落下。见状，贝爷赶紧拿出水壶来接水，顺便还洗了个澡，这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甘露。得到了放松的贝爷很快就搭好了框架，然后又找来了大量的桉树叶，密密麻麻地搭在上面做成屋顶。最后还挑选了一些更小更柔软的树叶铺在床架上，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住所。躺在上面试了下，十分松软，看来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而此时雨也停了下来，贝爷找了一些引燃物开始生火，看着熊熊燃烧起来的火堆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了。第二天刚起床，贝爷就发现了今天的早餐，这是一棵野生无花果树，上面的果实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。贝爷凭借着灵活的身手很快就爬了上去。经过了一晚上的挨饿，他刚到树顶就迫不及待地摘了一颗，看颜色似乎还没有熟，这不巧了吗？贝爷就喜欢生吃，临走时还摘了满满一口袋，这才心满意足地从树上跳了下来。依靠着无花果和一壶水，贝爷继续朝着沿海地区前进。等时间来到中午，水壶里的水又见了底，贝爷开始四处寻找水源的迹象，而眼前的峡谷就可以下去探索一番。峡谷不是很深，只有12米。贝爷利用旁边的树慢慢往下爬，可问题是树干不仅十分粗壮，树皮还很粗糙，这一路下来属实让贝爷的小老弟吃了不少苦。在谷底有一些积水，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水是从哪里来的。贝爷沿着积水往上游走，想要查找它的源头，而这个小水池就是大雨带来的地下泉眼。经过岩石的过滤，水质已经变得很干净了，不仅可以用来洗头，还能在洗完头后直接饮用。守着水坑喝了个心满意足后，贝爷装上满满一壶便离开了。顶着烈日翻过了一个山坡，他突然朝着前面跑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发出了惊呼声。原来是眼前出现了一条奔流的小溪，贝爷喜出望外，连鞋都来不及脱，就直接蹦了进去。在湿热的荒野里熬过了2天的酷热，等的就是跳进水中洗个凉快的冷水澡，甚至于再次出发时都要坐在溪流中前进。当再次回到岸上，贝爷有了意外的收获，只见他一个箭步上前就抓住了一条蛇的尾巴，这就是今晚的晚餐了。贝爷兴奋的两眼都在放光，现在有了水和食物，就差个住的地方了。贝爷看上了前方突出的岩架，于是便带着今天的晚餐游了过去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升起了火堆，等吃饱喝足后就直接席地而眠。次日清晨，贝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来个晨浴，就算身处野外，个人的卫生也不能马虎。上岸后，继续沿着河流走，前往海岸线，在那里可以更轻松地找到人烟。前进了一段时间，河道变得更宽阔，岩石也渐渐减少。随着地形的变化，他也即将面临新的危险，因为这里是淡水鳄和咸水鳄的地盘，尤其是咸水鳄极其危险。
这时贝爷看到了一条晒太阳的小淡水鳄，正当他想要过去打招呼时，就吓得小鳄鱼疯狂逃窜，跳着跑的鳄鱼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贝爷继续顺着河道往下游走，这种嘴部又细又长的是成年淡水鳄，在它们受到惊吓时最容易发动攻击，所以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为好。随着离大海越来越近，更有可能遇见咸水鳄。现在是它们的繁殖季，会经常离开栖息地来到上游，同时也更具攻击性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条成年咸水鳄，它们有着宽而圆的鼻子，是这里最危险的生物，咬合力堪比暴龙。不过在面对食物链顶端的男人时，它还是掉头就跑了。再往前走，贝爷进入了一片树林，他不仅看到了沙袋鼠，还遇见了澳洲鹤，所以这也预示着附近没有危险的生物。最后，当贝爷气喘吁吁地来到一处小山坡时，他看到远处的建筑物正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光，那也就意味着本次的挑战成功结束了。